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请求，我可以借这个吗？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情况？哪种情况？快说说，我很好奇。我昨天在办公室，有人问我，问你什么呢？是不是很特别？他问，请问我是否可以借用您的笔？哇，借支笔而已，需要这样问吗？对啊，我当时愣了一下，感觉很奇怪。哈哈哈，这真的是文化差异吧？你有没有觉得请求借东西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和方式呢。是的，一句我可以借用吗？和借我一下，感觉完全不同。对，语气和场合真的很重要。比如借钱，可能就不能太随便。借钱会更慎重一些，对吧？那借一本字典呢？会怎么说？我可能会说，我可以借你的字典吗？这样听起来就比较自然得体。但如果借支铅笔给小朋友呢？我会说，来，借你用一下笔。这是一个主动提供，而不是请求。是的，身份关系也很关键呢。比如跟好朋友直接点没关系。借我手机充个电，很常见。但跟不太熟的人就要客气。我觉得借和用也有区别。怎么说？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借感觉是东西要还给你的。哦，就是说有归还的义务在里面。对，用有时候是不需要还的。比如借用一下洗手间，对吗？没错，你不能把洗手间还给我。哈哈哈，那确实没法还了。所以用对词语很重要，不会闹笑话。是啊，上次我问同事借打火机。你怎么问的呢？是不是很正式？我说，麻烦您可否借一下火？这个就比较恰当，挺好。感觉表达借东西的请求很有趣。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还有你对对方的尊重程度呢？有时候开口借东西是很难的。对，特别是比较贵重的东西。或是私人物品，比如梳子什么的。那样的东西，一般我们不会借。这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。今天的讨论真的很有意思。对啊，从小细节看大文化。希望大家也能有所启发，注意用词。下次再聊更多有趣的话题吧。对，好多细节都值得品味。是啊，比如被别人借东西时。这可是另一种考验呢。有时真的不好意思拒绝。尤其是关系好的朋友来借。对，感觉不借就是不给面子。面子问题在文化里很重要。是啊，你有没有遇到过为难的？当然有啊，我表弟借过我电脑。哦，后来事情怎么样了？他用了很久，一直都没还我。哇塞，这可真让人头疼。我又不好意思直接开口催。那你最后怎么办了呀？我只好找个借口自己先用。哈哈，这招还挺高明的。这种心理战真的太累了。所以有借有还特别重要。
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哎，你觉得借钱和借东西，哪个更难开口或者被问呢？是啊，哪个让你更纠结？我觉得借钱更难处理些吧。我也有同感，容易伤感情。所以最好一开始就明确规则，或者干脆就不要轻易借出。但有些情况你不得不借呢。是啊，比如亲戚之间的大事，比如急用钱、帮个忙什么的。这种借就更像是互相扶持。对，更多是一种情谊的表达。还有些词语也很有意思，比如借光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就是让别人让一下路。对，并不是真的要借你的光。是一种很客气的口语表达。还有借口，可不是真的借口。哈哈，那个是找理由的意思。对，都是把借字活用了。语言真是充满智慧和变化。所以说，学中文很有趣。不仅仅是学习词汇和语法，更是在了解一个民族的思维。对，通过借字看文化。感觉还有好多可以聊的。比如借力打力这种成语。哎呀，那可真是更深奥了。下次我们再好好聊聊这些吧。好啊，这些文化内涵真丰富。让人总是意犹未尽呢。是啊，就像那句话，活到老学到老。没错，特别是中文，学不完的。对，而且它跟生活结合得太紧了。你有没有遇到过因为借字闹笑话？哈哈，这还真有，我朋友就遇到过。哦，快讲讲，我听着呢。他想借别人的手机充个电，结果怎么了？是没借到吗？那人直接送了他一个充电宝，说不用还。哇塞，这可真是个惊喜了。他当时就懵了，以为是误会了。以为对方是想送他礼物，对吧？对，后来才知道是对方太热情了。这种不求回报的借，很有意思。是啊，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而且也体现了咱们中国人情味儿。这让我想起借光这个词。借光可不是真的借光线，是吧？是的，表示请别人让一下路。比如，借光，请问洗手间在哪？或者形容沾了别人的光，得到了好处。比如，这次多亏你，我也跟着借光了。没错，非常地道的一种说法。那借光这词什么时候用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确实要看场合。很多时候，咱们中国人会比较委婉。对，直接说让开会显得很没礼貌。借光就巧妙地避免了这种尴尬。这也是一种借用对方的理解。哇，你这么一说，确实很有道理。还有啊，借东西时归还也有讲究。哦，你是指什么讲究呢？细节。比如，我向你借了一本书，看完以后要及时还，还要道谢，是吗？不仅如此，如果能附带点小惊喜，哇，比如一小包零食之类的。对，就是表达感激和重视的方式。
这种借还文化也特别有人情味。是的，能让关系更融洽、更长久。这可不是西方文化里常见的做法。所以说，文化差异真的很有趣。真是让人越聊越想深挖呢。我还想到一个更深层次的借。比如借钱，那可是个大难题。没错，借钱可不仅仅是借东西了。它涉及到情分、信任和风险。对，处理不好会影响彼此关系。哇，那这可真是个复杂的话题。我们下次一定要好好聊聊借钱。哈哈，那可得准备好各种案例了。哈哈，那可得准备好各种案例了。是啊，借钱这事儿真是太微妙了。比起借东西，它多了很多层含义。比如情谊、信任，还有面子。对，特别是面子，这很重要。如果朋友开口不借，又怕伤感情。可借了，又担心对方还不上呢。哎呀，你提的这个我深有体会。我有个朋友就遇到过这种窘境。怎么说？讲讲他的故事。他借了同事一笔钱，数目不大。哦，那还好，应该能还吧。本以为很快就还，结果拖了很久。这就尴尬了，他催了没？哪敢直接催啊？中国人讲究委婉。没错，直接催就是伤了对方面子。他就拐弯抹角地提起最近开销大。哈哈，这暗示也太明显了吧？结果对方假装听不懂，很无奈。哇，这可比借支笔复杂多了。所以借钱前得先掂量关系，还有对方的信用和人品如何。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叫救急不救穷。这个词用的特别到位，是吧？是的，帮人渡过难关，不是长久扶贫。这体现了中国人务实的一面。那你觉得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处理？我觉得最好是事先说清楚。比如多久还，怎么还之类的。对，虽然有点难开口，但很重要。这样大家心里都有个底，避免误会。或者一开始就设定一个上限。哈哈，就是只借自己能承受的范围。对，就当这笔钱是送出去的。这样即使收不回来，心里也能平衡。真是智慧啊，避免伤了和气。你有没有遇到过实在不好拒绝的？当然有啊，比如亲戚或者长辈。哦，那层关系就更不好处理了。这就涉及到情面和孝道。看来借钱里面学问真不少。还有一种是借钱给朋友做生意。哇，那风险更大，关系也更复杂。对，那可不是一两句能说清的。哈哈，咱们下次可要深入聊聊。聊聊那些成功和失败的案例。还有如何巧妙地拒绝借钱请求。那个话题，我觉得更有意思。真是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。是啊，里面藏着太多人情世故了。是啊，真是越聊越觉得复杂。对，而且不只是钱的问题。哦，借时间这个也挺有意思的。对，请人帮忙占用别人的精力。
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借。那拒绝起来可能更难开口。因为没有实际的物品。像我就遇到过，朋友让我加班帮忙。哇，那是真的不好推脱啊。说不方便，感觉自己很冷漠。是啊，怕影响朋友之间的感情。你一般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？我会先评估事情的紧急性。紧急性，这是个好思路。如果不紧急，就暗示自己很忙。暗示，这比直接拒绝委婉多了。也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吗？这种话里有话的表达方式，在中文里特别讲究分寸感。对，就是所谓的情商高。嘿，你还记得上次我借你书吗？当然记得，那本明朝那些事儿。我当时就故意晚了1周还给你。咦，我当时还以为你忘了呢。不是忘，是想看看你急不急用。哈哈，你这是在测试我啊。算是吧，想了解你的借物观。借物观，这个词真新鲜。每个人对借东西都有不同态度。那你觉得哪种情况最让人头疼呢？我觉得是借了不还或者损坏不认。这确实很破坏信任。中国文化里讲诚信和责任。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嘛。所以借东西也要守信用，否则下次就不好意思开口了。甚至会影响到其他朋友。变成了一个不可靠的标签。对啊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突然想到，你借过别人宠物吗？哈哈，这个太特别了，没有。如果有人要借你家猫呢？哇塞，那可就上升到生命了。是啊，这个责任就太大了。除非是特别信任的家人吧。或者对方有养宠物经验。这种涉及生命的请求，看来借东西的深度远超想象。比如借用别人孩子的名额上学，那更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觉得借钱是不是最敏感的？我觉得借钱最需要考虑。是啊，这可比借东西难多了。涉及信任，还有人的关系。很多人都避免开口说借钱，怕破坏朋友之间的情谊，甚至会因此失去一个朋友。对，所以最好有借有还。还要及时，而且要感恩。没错，这真的特别重要。否则下次就没人愿意帮了。影响到自己的信用记录。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更是对人际关系的维护。那借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呢？比如借用人家的车开吗？对，或者房子住几天。那要求就更高了，责任大。必须是特别亲近的人。而且借用前要说清楚。用坏了怎么赔偿等细节。是的，要事先讲好规则。这都是为了避免麻烦，也是保护双方的感情。我发现借字学问真多。对啊，从物到情都很深。比如借用别人的时间呢？
哦，那也是一种特殊请求。让人家帮你做些事情。要尊重对方的付出。也要表达自己的感谢。这种也是信任的基础。看来借东西不仅是物，更是人际交往的艺术。要懂得尺度和分寸，才能让关系更长久。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的很快。对啊，我们从借小物件聊到借钱，还有借用时间和重要责任。我发现请求是门大学问。是啊，考验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那么，大家在生活中借过什么？有没有遇到过特别的故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哦。下次我们聊聊怎么拒绝请求。期待下次再和大家见面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